你猜的没错，老严的确找到了你弟弟。精神病院没有找到人，但是老严惊喜，又到附近的福利院里找了一遍，最终在敬老院里找到一个男孩子。经过 DNA 的对比，应该跟你有血缘关系。他怎么会在养老院？哦，我之前光查福利院了，但是那天你的那句话提醒我，我就在附近的精神病院、养老院整个找了一圈，果然找到了。啊，说福利院那时候已经没有了，然后养他的这家人呢，先把他扔了，扔完之后，公安局又给找回来了，然后又扔，反正几次三番吧，最后这家人索性就花了点钱把他送到了敬老院，寄养起来。这个敬老院我去过了，孩子看起来精神上稍微有一点问题，他经常会一个人坐在那儿发呆，或者嘴里不知道自言自语的在嘟囔些什么，但是性格很好，敬老院的人都挺喜欢他的。哦，记忆，他记数字尤其敏感。我就觉得我对数字的记忆有问题。果然。哦，对了，经过综合分析吧，身份呀、来历呀都已经验证过，尤其是有了这个 DNA 的比对之后，我觉得，安妮小姐，这应该就是你的亲爹。我弟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你告诉我他地址在哪？我想去看看他。安妮，冷静，先冷静一下。安妮，安妮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可是你的弟弟毕竟刚刚找到，有这种情况，养老院那边还需要安排一下。而且老袁也跟我说了，那边的院长和你弟弟的感情非常好，于情于理，我们也总得给他们一点时间，让他们安排一下吧。这样，等老袁把那边的一切都安排好，我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好不好？怎么回事啊？弟弟找到了是好事儿，怎么这么大反应？我弟弟被确认是精神病，你说我会不会？会什么呀？一位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，突然怀疑自己有精神病。
你刚才也听见了，我弟弟非常像我，喜欢一个人静静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记数字特别敏感。他真的很像我。你这纯属胡思乱想，安迪。你弟弟是小时候精神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被领养家庭给放弃。而你呢？你在纽约那个花花世界里理智至今，你们俩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可万一是时间没到呢？我弟弟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发病，他被领养的时候也没有发病，他是后来才犯病。安迪，没影的事儿，你不要自己吓自己好吗？我谭宗明几个亿的并购案交在你手里，你居然在这儿怀疑自己有精神病，你告诉我你是在拿你自己开玩笑，还是拿我开玩笑啊？对，我不该胡思乱想。我走了，这些资料我拿回去。你这个样子能开车吗？要不然你在我这儿先休息一会儿。没问题，谢谢你。坐在那儿发呆，不知道自言自语的在读智商低下的这么一些倾向。是小时候精神出了问题，所以才被领养家庭。你在纽约那个花花世界一直至今，你们俩根本没有。他们怀疑他可能是智障。安迪想，在小区门口看到的不可能是起点。起点现在国外出差，早上才刚刚通过电话，说还要2天才回，所以他不可能出现在这里。那么刚才看见起点，只是安迪的错觉，还是所有的怀疑都是真的？他和弟弟一样，血液里自带着精神病因子，所以才会在这种时候出现幻觉。亦或是潜伏在自己身体里多年的疯癫基因终于爆发了吗？他不停地深呼吸，试图掩盖这种恐惧。安迪，安迪，是我呀，怎么了，安迪你怎么了？安迪，你把车门打开，安迪，你看看是我，起点，你开开门，我是起点啊。我，安迪，你怎么了，安迪？
你回来了。对啊，我想早点见到你，所以就忙完手里的事儿，提前回来了。所以我刚才看到你看我，在喊我都是真的。是啊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当然都是真的。安迪，怎么了？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我刚才去老谭那儿了，我弟弟找到了。真的？消息确实吗？需要我做点什么？确实是我弟弟，而且情况不太妙，他精神有问题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。安迪，你别……我真的需要梳理一下。我现在没有心情去想别的事情。Sorry。安迪。安迪，你没事吧？你吃过饭了吗？给我消息，跟我说说话，我很担心你。我在你家楼下。安迪，我想你。想你。安迪心中乱作一团。找到弟弟本该是一件开心的事，但确认弟弟精神有问题，却在他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。无论如何，作为自己唯一的亲人，安迪都不能允许再让弟弟孤身一人。还有起点，这个在他感情世界里掀起波澜的男人，又该如何去面对？这一切的一切，连同对自己的怀疑，全都缠绕在一起，让安迪心慌意乱，难以抉择。安迪，老谭，我想好了，我明天就去岱山。明天就去？对，明天。我不能再等下去了，我要尽快把我弟弟接回来。可今天不都说好了吗？你弟弟那边得给他有个心理准备的时间，还有养老院那边也得让老严提前去安排一下。明天就去，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我知道这样很突然，但是我已经知道了我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忍不住的想去见他。他从小一个人长大，又被推来送去这么多次，想也知道他受了多少的苦。我就想去告诉他，他也有家人，有人关心他，在意他。
我不想再让他自己一个人，哪怕多1天的时间，我也想跟他在一起。养老院那边，我会去解释，我相信他们会理解我的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明天一早让老严先去一趟。你在家等我消息，做好出发的准备。谢谢你，老太。少跟我瞎客气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不要多想。好，早点休息。好。杨院长，这位是杨院长，安迪和他的朋友。姐姐来接你来了。你当姐姐的还怕他呀？我们小明可乖了，来跟我们小明拉拉手。小明跟姐姐拉拉手，是姐姐，不是别人。是。来，站起来。姐姐。小明，不怕不怕。小明，别怕别怕啊！你姐姐是去接你过好日子呢，别怕别怕。这位姐姐，我看你们这样子，应该日子过得还不错。可我真想不明白，你们怎么到现在才想起接小明？我们小明怎么了？哪儿不好？你说。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你那爹妈真行，亲生儿子就往外扔，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你们？既然孩子怕你们，那我也把话索性放在这儿。要领，你就让你那作孽的爹娘自己来领。好好的给我们小明赔个罪，也跟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扔小明，否则我不会放人的。你别跟我说什么一样的 DNA 什么的，我不认这个。谁知道你们今天领的明天扔的，谁信你们呢？我的爹娘已经死了，我也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那时候还小，没有照顾好我弟弟。这么多年，也真的给您添麻烦了。要是这样，我冤枉你了。你也是个可怜人，你这么找他，应该也不会亏待他的。小明，来，跟姐姐走吧，啊，姐姐领你回家，啊，跟姐姐走吧，啊。他要带我走。不走，我不走，小明，我不走，别怕，我不走。小明，听话，乖啊！不好意思，我把他给惯坏了。平时养老院来的人少，他怕生，煮熟了就好了。
哎，小明，给姐姐背段圆周率听听，圆周率。你怎么了？你会吓坏他的。安迪，我要带我弟弟离开这，我要带我弟弟离开这。我知道，静，你帮我，大家好朋友，我不要看着弟弟要在这，不要看着弟弟。你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安迪，你这样会吓坏他的，也会把自己逼疯的。你这样只能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。安迪，听见我说什么了没有？安迪，你跟我说话，安迪跟我说话，说什么都行。安迪，那你告诉我，你刚才为什么忽然那么激动？太像。我弟弟背圆周率的时候跟我太像了。我小时候也是躲在阿姨后面背圆周率，不敢看人，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安迪，再像，你也不是他。我知道你不是你他。不会明白这种感觉，你不知道这有多绝望，有孤独，有寂寞，没有人真正关心你，也不会有人真正在乎你在想什么。我看到我弟弟，就像看到童年时的自己，那么弱小，那么无力，什么事情也做不了，什么也改变不了。安迪，你听我说，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你跟你弟弟不一样，一点都不一样。你看，你聪明，你强大，你一个人在国外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而且还培养得这么优秀，你还找到了弟弟，你还有能力给他最好的生活。安迪，让我一个人待着。
个当姐姐的是怎么回事？也不说话，也不说先跟小明熟悉熟悉，一上来先动手。对不起，院长，安迪，他忽然见到弟弟，情绪有一点不稳定，他不是故意这样的。他现在把自己锁在车里，他很难受。难受有什么用啊？从小就没见过面，那孩子不接受他也是情理之中的。我就在想啊，就安迪小姐现在这状况，到底能不能把人接走？因为小明情况比较特殊，对吧？咱别勉强，别在路上出什么事儿。先等一等吧。我相信安迪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不过要给他一点时间，让他恢复镇定，再做决定。好吧。